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3月13号。目前上海所有古镇里，我们只剩青浦的金泽古镇和松江的四进古镇还没有去过。那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浦泉这两个古镇。早上8点半，我们第一站先来到了青浦淀山湖湖畔的报国寺。这里虽然距离金泽古镇有10公里远，但好在寺庙出来步行几百米就有直达古镇的公交车，还是蛮方便的。那这个寺庙是上海玉佛寺的下属寺庙，最早始建于明代，民间一般称呼为关王庙。寺庙于2022年进行了整体翻新，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然是一副金光闪闪的全新面貌。除了参观富丽堂皇的庙宇之外，寺庙里还有一棵千年银杏树。这里注意，如果想要欣赏银杏树最美的景色，推荐大家在每年的11月到12月前来。错过时间段之后，树叶便会掉落，就只能看到光秃秃的枝丫，观赏感会大打折扣。逛完报国寺，接着坐公交车青津线。40分钟后，我们来到了第二站目的地金泽古镇。古镇坐落于上海与苏州的交界处，往地图西面再走个几公里就能来到苏州的地界，所以古镇自然也保留了江南水乡的风格。现在时间是早上10点半，和老公特意没吃早饭，留着肚子来古镇吃。这家早餐店已经开了30多年，价格比市区小吃店便宜个30%左右。我们点了鲜肉烧麦和猪油小馄饨，以及一碗鲍鱼面，两人吃饱不超过40元。其中最好吃的当属招牌烧麦，肉质紧实，咸鲜程度正好，一口咬下去特别满足。鲍鱼则是江浙沪一带的特色浇头，把鱼肉切断，油炸后再卤，这样吃口就不带腥味，且味甜肉嫩。填饱肚子以后，我们继续参观。相较于收费的朱家角古镇和周庄古镇，这里的商业化程度很低，居住属性远远大于旅游属性。人们会在河边洗衣服，顺手把饭后的厨余垃圾倒进河里，所以近距离看湖水的话不是很干净。要说金泽古镇最出名的就是宋元明清这4个时期内所建的7座古桥梁，如今几百年过去，依旧保留着工人们踏足于此。根据景区地图上面所标记的地点，我们来到了2个曾经的工厂旧址，只是现在都是大门紧闭的状态呀，不能参观。而镇上的1号禅寺则需要支付5元的门票才能进去瞅瞅。走到古镇的最后，有一个崇德上法文化馆，2楼有展出一些复旦名人资料。古镇不大，全速步行1小时就能都完，如果顺路的话可以来看看，毕竟这个地方还是很偏的，距离市中心有65公里远。特意前往，除非你也在做古镇补全计划。话说回来，从金泽去四进也很不方便，得先坐青津线换乘松珠线，接着同站换乘199路，一共要坐3辆车。下午2点半，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3站目的地四进古镇。这里是2023年3月才开业的全新古镇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带有新中式建筑风格的仿古镇。不过里面有很多展馆，弥补了只能在街上瞎溜达的尴尬。景区里最出名的就是马相伯故居和史量才故居，前者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创始人，后者是曾经担任了上海申报报纸总经理的民国文人。接着在古镇入口不远的中医院博物馆有一个很迷你的小型博物馆，里面展出了近现代上海中医所使用的一些历史文物等等。除了看历史资料和翻新过的老宅，里面还有一座2021年修建的庙宇，名叫福田净寺。参观到这里，四进古镇也逛得差不多了。如果要论谁是真正的古镇，不用说了，肯定是金泽。四进则完全作为一个纯粹的旅游景点，服务于游客的景观需求。
连方安塔的塔身都嵌入了数不清的 LED 显示屏。当夜幕降临，从屏幕上映射出的灯光炫彩夺目，引人注意。晚上6点，和老公准备在附近解决晚餐，来到一家本地人常去的炒菜店。刚到饭点儿，大堂就坐满了人，客流量可以说非常火爆。一共点了2肉2菜，花了88元。他家菜价不贵，素菜均价15元，荤菜大多30到35，哇，性价比十足。至于味道，素菜就是普通的家常菜，一般般，好在分量蛮多，而肉菜就做得非常好吃，出品完全不输给上海商场里那些连锁饭店。现炸的椒盐排条，咸香软脆，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，不是那种异常软嫩的口感。红烧方肉则是红烧蹄膀肉，浓油赤酱，肥肉入口香而不腻，看着分量不多，但取的都是最精华的肉质，下饭可谓一绝。这里更推荐做室外，因为室内巨多人在抽烟啊，实在喘不过气。外面虽然冷，但不用吸二手烟。吃完饭和老公照常去当地的超市啊，看看物价。番茄比较便宜，3块9一斤，称了好几斤。花菜2块，西兰花4块。猪肉的话，最便宜的是9元一斤，价格还行。那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。拜拜，下次再见。